现在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是。随着一连串干脆利落的任命，志愿军最高指挥枢纽在硝烟弥漫的紧要关头破壳而出。志愿军司令部的诞生远没有那么从容有序，从受命集结到秘密跨越鸭绿江，留给统帅部的战略准备期不足10个昼夜，堪称整场战争中最惊心动魄的极限动员。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极限调动，临危受命的彭老总不仅要追求战场的生机，更要在血与火中重塑一支军队的钢铁脊梁。在与死神赛跑的急行军中，这位一向雷厉风行的主帅，终于在此刻等来了第一支可以直插敌后的先头部队。彭总，118师到了。报告，118师师长邓越，政委张玉华，下班报告。邓越，太好了。哎呦，我在这儿当光杆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坐，给他们单子。这一声响亮的报告，瞬间融化了彭老总心中的坚冰。这绝不仅是上下级之间的一次寻常碰头，而是一位运筹帷幄却面临无兵可调的主帅在危局中抓住的第一张底牌。一句看似自嘲的光杆司令，不仅是对当前险恶处境的幽默化解，更是这位铁血统帅在极度高压下对核心武装力量迫切渴望的真实写照。你们是多少人呐？13000人。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温井吗？对。温井二字瞬间触动了统帅的敏感神经，敌军的机械化推进效率已然粗暴地撕裂了志思原有的战略预期。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面前，任何死板的作战预案都形同废纸。我们必须摒弃原有的战备预案，重新根据实时变化的战局做出新的部署。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胜仗险中求，这绝非莽夫的逞强，而是东方兵法中对奇胜之变的深刻洞悉。面对敌军的绝对制空权与重火力压制，咱们唯一的胜算就在于隐蔽与突袭。彭老总以主帅之躯坐镇前线，不仅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捕捉转瞬即逝的战机，更是用极致的镇定为入朝的将士注入坚定的信念。既然已经和死神共舞，那就必须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狠狠地砸下入朝后的第一柄重锤。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地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是。这道斩钉截铁的指令揭开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套核心战术的神秘面纱，那便是运动中寻机歼敌。所谓的大口袋，实则是将万余精锐化作无形的幽灵，死死隐蔽在温井以北的群山之中，等待盲目的猎物彻底钻入伏击圈后，再以密集火力瞬间分割绞杀。事实上，美第8集团军与东线第10军在太白山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役断层，敌军过于依赖机械化行军与空中侦察，从而对暗夜深山中穿插的中国军队毫无防备。彭总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战略破绽，将破局的尖刀直接对准了孤军冒进的李承晚伪6师。这一仗不仅是战术层面的诱敌深入，更是关乎后续数十万大军能否顺利入局的生死一战。哎呀，你们师，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彭总，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嘿呦，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彭总断然拒绝警卫，是向全军传递了一个冰冷而决绝的法则：在战局存亡面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浪费在后方，好钢必须全部砸在刀刃上。这种近乎冷酷的资源压榨，恰恰是一位大统帅对战争残酷法则的最优解。此时，与我方统帅的严谨部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联军司令部内却弥漫着一股荒诞而狂妄的气氛。After the war is over, we will leave one division behind. That will be sufficient. Yes, sir. I've decided to give you a few extra days off, so that you can enjoy a happy Thanksgiving turkey holiday.
Thank you, General. 麦克阿瑟此刻自认大局已定，悠然度日。这种姿态完全源于他对新中国军事实力的极度蔑视与无知。在美国远东司令部的情报网中，中国军队的跨江行动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象征性姿态。事实证明，这种半场开香槟的傲慢不仅为时过早，更是一剂麻痹自身的致命毒药。然而，在治私首长们集结的路上，漫天肆虐的美军机群依然在给秘密开进的志愿军将领们制造着死亡的阴影。老赵，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的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是啊，伴随着一路的炮火与极度危机，邓洪两位副司令员在经历了焦灼的辗转后，终于在这片陌生的战场上找到了让他们牵肠挂肚的统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你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这句饱含担忧与后怕的抱怨，是因为这支刚刚跨江的疲惫之师所面临的极其凶险的指挥真空期。他们此刻的重逢，意味着悬在半空的心终于归了位。面对生死相托的战友，这位向来以严厉著称的彭大将军，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贸然突进的错误。不管怎么说吧，我这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承认错误。短暂的内部纠错之后，将帅合璧的志愿军司令部立刻将锐利的目光投向了正在疯狂北犯的联军。美伪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3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南朝鲜军的第6、第7、第8师。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一州一带，以防不测。前线将帅的战略嗅觉与北京中南海内的目光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时刻，最高统帅毛主席已然为这场战役落下了最关键的一子。叶子龙，主席，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大国博弈，未虑胜先虑败。彭总点名急调第66军，绝不是为了简单增加正面兵力，而是源于极其深远的底线思维。麦克阿瑟先前用仁川登陆扭转战局，谁能保证他不会在渤海湾或新义州故技重施？而此刻66军作为最高统帅捏在手里的战略总预备队，死死护住了志愿军大部队的后背与侧翼。真正的战略家永远不会将赌注一把梭哈在牌桌上，保留绝对的弹性与战略纵深，是这场国运之战不容有失的安全之所。在我看来，沙场交锋固然比拼后勤与兵源，但统帅的魄力与眼光往往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正是为人最终的一锤定音，让这次危机四伏的出击具备了最基础的保障。昔日废置的采金旧址被改造后，大鱼洞就此挂牌成为了志愿军司令部。随着首轮战局部署的下达，彭老总在军机会上直接点透了麦克阿瑟的命门：战绩割裂与狂妄自大。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情况，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所谓骄兵必败，彭总极其毒辣地刺穿了麦克阿瑟分兵冒进的虚妄本质。而接下来一套严丝合缝的围歼网络被彭总铺陈开来。我们首战的目标异常明确，直接瞄准南朝鲜军第6、第7、第8师，意图用首战的摧枯拉朽，彻底打掉敌军的气势与信心。3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3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这是一个将被载入世界军史的山地运动战部署。38军、39军和40军这3支百战之师化整为零，利用各自的战略区域优势，结成死死咬住南朝鲜军的小口袋。而当这3个军的前行攻势在宏观图景上相互闭合时，整个西线的冒进之敌都将被兜进这个深不见底的超级大口袋之中。这种层层嵌套的战术极其完美地践行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劣势之敌的精髓。彭老总并没有将兵力做呆板的平铺直叙，而是如老中医点穴般精确地打在敌人的战略痛点上，彰显出大开大合的战役格局。所有的师团都已经部署完毕，只待雷霆一击。清楚了吧？清楚了。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是。
从大鱼洞这间简陋的矿洞里发出的电波，是新中国向世界头号强敌递交的第一份铁血战书。它不仅凝结了志愿军统帅部面对危局时的极致清醒，更燃烧着这支军队对保家卫国胜利的狂热渴望。就在麦克阿瑟傲慢的高墙依然耸立，美军还在憧憬着感恩节的假期时，鸭绿江畔的群山深处，几十万志愿军犹如沉默的火山，已经完成了致命的集结。在这场不对称的对决中，新中国唯一的王牌就是剥夺敌人一切反应时间的绝对突然性。大口袋已经张开，前线隐蔽的将士们将如何用顽强的血肉之躯去勒紧这张死亡之网？这里是无解千句，下期我将继续深度解析志愿军入朝的首战。